大家好，我是小发。最近这1-2周呢 ，AI 世界的更新密度，老实说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一边是模型大战 ，Anthropic 推出新的 Claude Opus 4.5，而 Black Forest Labs 呢就丢出了 Flux 2，想要在影像这一块再把画质往上推一推。另一边呢是实际上我们用得到的功能 ，ChatGPT 的语音模式整合进了主画面 ，ChatGPT 和 Perplexity 呢同时在抢 AI 帮你做购物研究这一块。Perplexity 的 Assistant 呢功能，它又开始真的是记住你这个人了。再加上政府这边，川普签了一个名字听起来超级重要的 AI 创世计划。微软这边呢就在推 Ferret 7B 这种会自己用电脑工作的小模型 ，Meta 是在做 3D 世界生成，还有 OpenAI 那边既想要弄硬体，又在面对比较现实的一个经济压力。音乐圈还出现了 Suno、Udio 跟 Warner 这种 AI 音乐10大唱片公司的组合。最后还有 LTS Studio 的 Retake 功能，它可以让 AI 影片真的是像真的在拍片一样，可以重拍。这集我会用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把这些东西串起来讲，到底哪些呢是真正影响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哪些是值得你先去关注，未来很有可能真的会用得上。先从 Anthropic 的 Claude Opus 4.5 开始吧。Opus 4.5 简单来讲，它想做的定位非常清楚，不是拿来炫技，也不是拿来讲笑话的，而是一颗超级耐常识，可以长时间帮你做事的大脑。官方给的数据里面有一个指标很值得提一下。像这种用真实 GitHub 专案来测试你能不能真的把 bug 修完的 benchmark 上 ，Opus 4.5 呢是目前所有模型里面数字最好的那一颗。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只写了一小段的 demo 程式，而是有能力在一个真正的专案里看懂 issue， 读懂程式码，帮你改，然后把整个问题结束收尾。再来呢就是它的代理人能力，这一代特别强调可以扛完整的工作流程，不是你叫他写一个小脚本就结束了，而是可以从看文件、查资料、下指令、跑测试，一路做到整理结果，写一份报告给你。在一些专门测 AI 会不会用电脑的测试，像 OS Word 里，它操控终端机、操作工具、连续完成任务的能力也比上一代稳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务实的点是这一代变便宜了，以前 OPPO 系列呢有点像是大型公司在用的豪华方案，这次呢 4.5 把价格大幅往下调，实际上呢就是在暗示，如果你有很多工作想丢给 AI 去做，那可以考虑让 OPPO 4.5 呢当你的主力工程师了。最后再补一个大家比较少讲到的，它在安全性防被搞乱这一块呢也有加强，像是 prompt injection 恶意指令这种。Anthropic 自己测的结果是，这一代被骗去做奇怪事情的概率呢，比之前的模型低了很多。对于企业来说，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所以，如果要我下个简单的结论，大概就是聊天也会，但真正厉害的是，你把它当一个很稳、很能帮你做事的工程师，长时间丢专案给他，他也不太会失控。而影像这边的更新 Flux 2，这次呢 Black Forest Labs 呢公开说明了，其实已经把他想走的方向讲得蛮明白的，不是只要画得美，而是同时要把画质风格一致性以及多张图的控制力一起往上拉。在官方的示例里面可以看到几个很关键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角色的一致性了，同一个人物换不同角度、不同的背景，甚至是不同的服装 Flux 2生出来的脸呢都还是很像同一个人的，不像以前那种一换角度就变成了亲戚。对要做 IP 角色、漫画人物、长期品牌形象的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处理细节的能力，像是有 logo、有看得懂的小字、路牌、商品标签这种画面 ，Flux 2的效果比上一代干净了很多很多，不会每一张都把字扭成怪的形状。
这对做广告视觉、电商主图其实呢会很有感。第三个呢就是多张图一起当条件。Frost 2现在可以同时参考很多张图片，例如你给它一张角色照、一张场景、一张你喜欢的色调，它会把这些元素整理起来，生出一张新的图给你。角色呢像你的角色，场景呢就是你给的地方，色调呢像你想要的那种风格。对于设计师来说，这就很像是把 mood board 直接丢给模型，请它帮你整合成一个提案的画面。目前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人拿 Frost 2呢在实际跑图了，不管是 RTS 平台还是线上工具，整体的走向呢，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要把高画质、可控性跟一整组风格一致的素材做成了一个更成熟的商业工具。所以如果你是插画师、品牌设计、广告或者是商品视觉这一类的创作者，明年呢很有机会会用到 Frost 2了。它不会只是玩玩看而已，而是会直接进入到你日常的工作流程里面。再来，我想讲的就是 ChatGPT 的语音模式更新。之前语音功能比较像分开的一个模式，你要特别的切换才能开始跟它讲话。讲完之后呢，如果要看表格、看图，又要回到文字的界面。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可以把两个体验塞进同一个画面里。你在正常的聊天视窗里就可以直接按麦克风用讲的提问，它一边回你，一边在画面上显示及时的逐字稿，它帮你整理好的表格、地图、路线、图片，还有截图，甚至是网页上的重点内容。Hey, I'm working on my German. Can you tell me how this sounds? Ich liebe dich. Absolutely. You're sounding good. Your pronunciation of ich liebe dich is pretty clear. Just keep it smooth and gentle on the CH sound at the end of ich. But overall, you're doing great. 比如说你问他帮我排一个大阪3天2夜的行程，饭店预算呢落在中间的价位，他会一边讲，画面上呢同时画出行程表，每天去哪里，交通怎么样移动，或者你问这个 Excel 表格帮我整理成几个重点，顺便做一个图，他把图画出来。你如果觉得有哪里不对呢，可以直接用语音补一句，那个横轴改成年份吧，颜色简单一点就好。整个对话的过程呢是连续的，不需要一直在键盘跟滑鼠之间切换。更重要的是，现在网页版也能用了，不是只有手机 App， 所以你在电脑前工作，其实可以直接戴着耳机，用讲的去调整内容，画面上同时可以看到它整理的结果。这种感觉呢，就比较像是真的有一个助理坐在你的旁边。接下来我把两个很像的东西放到一起讲，一个是 ChatGPT 的 Shopping Research， 一个呢是 Perplexity 的购物功能。这两个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再只是教你自己去比价网站看规格了，而是变成了一个会聊天的采购助理。先看 ChatGPT 这边，现在呢，你在 ChatGPT 里面打，我想买一台安静的无线吸尘器，家里是小套房，有地毯，预算呢大概是多少多少，它不会只丢一串链接给你了，而是会先帮你整理市场上几个主要的选项，用比较像购物研究报告的方式呈现给你，每一台大概适合什么人，有什么明显的优点，常常被别人抱怨的缺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呢是你不需要但是会抬高价钱的功能？如果你觉得某一台看得顺眼，可以请他多找几个类似这一台的，或者呢直接把你现在正在犹豫的2-3个型号贴给他，叫他帮你比较。而且这个功能会记得你之前聊过的东西，例如你前几天才跟他研究了电动自行车，之后他很可能呢就会顺便提醒你一些配件了，像安全帽、锁、夜间灯之类的，这种延伸的贴心度就会慢慢的出来。而 Perplexity 的购物呢，就是另外一种路线了，它比较像是你说需求，它一边帮你做研究，一边帮你把结账的流程拉近了一点。
你可以这么打，我要买一个常常背去公司的笔电包，内袋呢要可以放平板，我不喜欢很花哨的设计，预算大概是多少多少。它会先帮你整理出几个选项，做成一张一张的卡片，里面呢会有产品图片、价格、卖家还有网友的评论整理。同时呢，它会帮你标注为什么觉得这个可能适合你。比较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在某些地区跟特定的卖家，它有跟 PayPal 合作，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在 Perplexity 的界面上就完成了购买，不需要你再跳出去开新的网站。它也会记住你之前透露过的一些偏好，例如你说过你是偏素食，平常呢走路通勤为主，还有呢喜欢轻量一点的东西。之后在推荐相关产品的时候，它就比较不会呢给你推荐那种很重很华丽，或者呢完全不符合你生活形态的选项。整体来讲，这一波购物功能的变化，比较不是在问它推的到底准不准，而是在问我们愿不愿意让 AI 在决定买什么这一段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实呢，我就认为了资讯整理这一块 AI 确实可以帮我们省很多时间，但是最后的选择我觉得还是要自己保持一点警觉了。讲完购物，顺着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Perplexity 的 Assistant 跟记忆功能。以前呢大部分的 AI 对话比较像是一次性的，你开一个新的聊天它就重置，很多背景习惯偏好要一直重复讲。而 Perplexity 呢这次做的是让它真的开始记得你，它会默默记下来一些事情，像是你常问的主题大概是什么生活形态，比较喜欢哪一种回答风格，有没有特别在意的限制，比如说不吃某种食物，希望他给你的回答会有来源，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可以想象一个情景，比如说你最近呢在调整生活作息，常常会问到他，帮我排这周的健身计划，帮我想低油又快煮的晚餐，我晚上呢不想吃得太晚。久了之后呢，他其实就知道你了，白天要上班，时间有限，周末比较有空，还有你不太爱吃太油炸的东西，想多吃一点蔬菜。过一阵子你再开一个新的聊天，问他，帮我规划一下接下来1个月的作息跟运动安排，顺便呢帮我想每天晚餐吃些什么。他如果有好好的用这个记忆功能的话呢，就不会再丢一个完全制式写给全世界所有人的范本给你，而是会直接持续你之前的状态，帮你排一个比较贴近你生活节奏的 timetable。晚餐的建议呢，也会自动的避开你之前说过不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一段的重点其实不是单纯的好方便哦，而是要开始意识到这些工具呢，真的是在累积关于我们的资料了，是往长期关系在走的。你可以享受它越来越懂你的好处，但是同时也要记得去看它记了你的什么东西，有没有提供删除、关闭、调整记忆范围的选项。因为从现在开始，它真的是呢比较像一个长期的助理了，而不是一个永远可以 reset 的搜寻框而已了。接下来呢，再看一个跟政府有关的，川普签的这个 Journalist Mission 行政指令，翻译过来呢就是创世纪的意思。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电影，但是呢内容其实蛮硬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件事情，美国政府呢要更有系统的把 AI 拉进了国家级的战略里面。在这个行政的命令里了，他们就讲了几个大的方向，其中呢2个跟我们比较有关的。一个呢是把各个部门的 AI 资源整合起来，包括了国防、太空、科学研究还有能源等等。过去呢可能他们是各做各的，未来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协调跟资源分配了。它可以让 AI 的能力呢用在军事、情报还有基础建设的这些地方。那另一个重点方向就是明确了把高级 AI 当成国安的议题，这代表了 AI 不再只是公司之间谁跑得更快了，而是正式的被放进了
国与国的竞赛框架里面，跟中国跟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会被拿来当成政治话题、外交谈判的一部分。外界呢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其实呢很复杂的，包括我自己。一方面呢，支持的人会觉得了，如果别的国家都在冲，美国政府不能放着不管，至少呢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级计划。但是担心的一方呢就会问，当 AI 变成国防体系的一部分之后，决策呢变得更快，资源投得更大，监督跟透明度要怎么去跟得上呢？有没有可能出现以国安之名，很多东西呢就不必公开讲清楚了？所以在我看来 Journalist Mission 呢不是一个我们明天就会用到的产品更新，它比较像是在提醒大家， AI 已经不是科技公司在玩的东西了，而是国家政策、国际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级的角色。未来呢，在看 AI 新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呢都要多问一句，这个背后是哪一个国家、哪些利益在推呢？再回到微软这边，一个叫做 Ferret 7B 的模型，之前在英特奶大会上呢，微软就讲了很多关于未来的 Windows 会变成一个会主动帮你做事的系统，像是自动帮你整理档案、找资料、跑流程。而 Ferret 7B 呢，就比较像是在那个大蓝图里面负责真的动手用电脑的那个小工人。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它会看整个荧幕的画面，知道按钮在哪里，输入框在哪里，可以自己移动滑鼠、打字、点选，还有切画面，去完成一个使用者交代的任务。在微软放出来的示范里面，有几个情境呢，蛮有画面感的。一个是帮使用者买Xbox海绵宝宝手柄，使用者呢只下了一个指令 ，Ferret 7B 呢就自己去浏览页面、搜寻、点进商品页、加入购物车。但是比较负责的是，它不是完全自己做完，而是每到一个关键步骤，比如确定卖家，还有确定运费，它会停下来问你要选这个吗？这样可以吗？你按同意的话呢，它才会继续下一步。另一个的示范里面呢，是叫他去 GitHub 看某个专案最近的3个 issue， 他会打开专案的页面，一个一个点进去看内容，然后呢帮你整理每一个 issue 在讲什么，目前的进度到哪里了，最后呢变成一小段摘要。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生活化的应用了，让它帮你算2个城市之间开车要多久，顺便呢找找附近有没有什么起司店。它会同时调用地图跟搜寻，整合成一个小小的建议。Ferret 7B 呢只有 7B 的参数，对现有的大模型世界来说呢，其实算是很小颗了。但是小颗的好处就是比较省资源，比较有机会在本机或者边缘的设备上跑。如果把英特奶讲的那些愿景想成一个大的故事，作业系统呢会帮你用软体帮你跑程式、跑流程，帮你点来点去。那 Ferret 7B 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了，很可能在未来呢被塞进各种产品里面，实际执行这些帮你用电脑任务的角色。接着就要讲讲 Meta 的 WordGen。之前大家习惯的是文字生图片，输入一段文字，模型帮你画一张图出来。而 WordGen 呢，现在做的事情呢是文字生 3D 事件。你可以输入一句话，比如说一个傍晚的山谷，有湖，有小木屋，有树林，天色呢有一点点橘色。WordGen 呢不是只给你一张画面而是帮你生成一个整体的3维空间，地形的起伏、树木、湖面的反光，还有小木屋的位置、天空的颜色都会被布置好。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甚至呢直接在里面走来走去。对游戏开发、动画前期还有 VR、AR 的团队来说呢，这个东西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以前要做一个可以讨论的世界雏形，可能要3个人忙个好几天，现在有机会变成文字讲完几分钟内就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原型给你了。你可以先用 AI 生出5-6个不同风格的世界，请团队选大方向，再决定哪一个要进入认真的制作。这样一来呢，美术的时间可以花在真正需要细修、需要手感的地方，而不是从零开始搭场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工具短期内呢不会让 3D 美术消失，但是呢会改变谁可以发起一个视觉世界这件事情。未来呢可能是导演、编剧，甚至是企划，先用文字丢出几个 3D 世界版本，然后跟团队一起在里面走一圈，再决定呢要拍什么，要做什么。
接下来我想特别讲一下 OpenAI 自己的状态。最近呢比较明确的2个方向，一个是硬体，一个是钱的问题。先讲讲硬体，外界现在呢的共识大概是 OpenAI 正在跟一个设计师 Johnny Ive 这一边合作，试着做一些以 AI 互动为核心的新装置，是硬体哦，不是在做一只新的手机，也不是做一台电脑，比较像是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装置是专门为了让你跟 AI 长时间互动设计的，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子呢？现在看到的描述很多呢，都还停留在原型内部测试这种阶段，还很难说未来会变成眼睛，还是桌上的小机器，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但是我还蛮期待这个 AI 硬体的。另一边呢是比较现实的一个经济压力了。这一年大家可以感觉到大型模型的研发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了，但是企业愿意花多少钱，愿意签多长期的约，又不一定跟 Hype 一样高。OpenAI 这边呢传出来的讯息大概就是接下来要更在意营收结构、企业客户还有长期的合作，不能只靠新功能很酷来撑了，因为 Google、Meta 还有各种开源模型也都在追上来了。对我们一般用户来讲哦，说明呢短期内呢还是会看到很多新的功能和惊喜，但是中长期来说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有些现在免费的东西可能之后呢会被关进付费方案里，不同的价位的方案功能差距呢会变得更加明显，某些看起来很炫但商业价值不高的实验功能，可能呢用一用就会消失了。所以看 OpenAI 的新闻，不只是看又出了什么新模型，也可以开始多留意他怎么去找合作伙伴的，怎么谈企业方案的，还有会不会走向更多的硬体，更多的垂直整合。再来就是音乐这一块，这1-2年大家对 AI 音乐最大的疑问其实不是能不能做出歌，而是这样到底算不算侵权，这歌能不能商用呢？最近出现了2个很关键的合作，一个是 Suno 跟 Warner Music Group， 另一个呢是 Udio 跟 Warner 一起做有授权的 AI 音乐服务。先简单给大家讲一讲 Warner 是谁吧。Warner 呢是全球3大唱片公司之一，旗下呢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乐团以及庞大的一个授权库。所以当这种等级的公司愿意正式的跟 AI 平台合作，代表了这件事情呢已经不是小公司偷偷玩，而是要变成一条正式的商业线。Suno 这边的合作可以想象成是在一定的授权框架下面，让 Suno 呢可以提供合法的风格、合法的素材，让使用者在创作 AI 音乐的时候呢不会踩到那么多的红线。而 Udio 的做法呢就比较像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授权服务，不只是生成音乐而已，而是要让品牌、影视、广告公司可以直接在一个平台里面用 AI 来生出音乐，然后呢清楚的知道这首歌是走哪一种授权，可以上哪些平台，可不可以当广告配乐。对我们来说呢有好有坏吧。好的一面是未来有机会出现一种东西叫做合法 AI 配乐库，你做影片做 podcast 呢可以比较安心的去使用这些音乐，不用每次都紧张会不会哪一天呢就被要求下架。但是另一面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型的唱片公司真的进场了，规则呢也会跟着变得严格，包含合约条款、使用范围、平台分润，都很可能呢会变得更加复杂。所以这里呢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心态， AI 音乐接下来呢一定是会越来越方便，但是越是方便越是主流，越是要看清楚它背后写的那些授权的文字，这样呢才不会哪一天被一封信给吓到。再来呢，我就是要讲一个很多影片创作者可能都会很有感的更新了 ，LTS Studio 的 Retake 功能。以前我们用 AI 生影片比较像抽盲盒，打完 prompt 设定好让它生成，成功就很爽，不满意的话呢就只好再来一次，有点像一次性。而 Retake 想做的呢，就是把这件事情变成比较像是真的在拍片。如果你看过他们释出的画面，大概就是你生出一段影片，觉得演员表情太平，或者是动作不够夸张，或者是镜头太远了，节奏太慢了，你可以直接用简单的文字跟他说，这一段要再紧张一点，主角的表情呢再惊讶一点，然后镜头拉近一点，不要拍那么多的背景，它就会在保持原本大致走向的前提下，
重生一个版本给你，有点像导演在现场喊再一条，但情绪要拉高。这种能力呢，对拍广告、产品影片，甚至是短剧的人来说，差别真的是非常大。因为你不再是一直重抽了，而是可以针对某个画面来说，这里我只想微调，不想从头再来。也就是说 ，AI 影片呢，开始进入可以编辑、可以二次指导的阶段了。不只是只靠一开始的那串 prompt 决定了一切。未来如果这类工具越来越成熟的话，我觉得影片创作会变成一种先让 AI 给你一个初稿，你再像导演一样一句一句的去修、去调情绪。What are you say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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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I'm working on myself. This silky radiance elixir just melts into my skin. It's my favorite. Wow. This is insane. Holy cow. Motherfucker. 这一集讲了很多更新，如果要抓一个共同的关键字，我觉得是走向实际使用的那一步。Claude Opus 4.5、Ferret CB、Perplexity 的记忆都是在让 AI 更适合长期陪你工作。Flux.R 呢，还有 WordGen、LTS Studio 是在让影像和 3D 这一块从玩变成了可以进专案。ChatGPT 的语音跟 Shopping 呢，还有 Perplexity 的购物是跑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了，真的开始帮你讲话，帮你研究要买什么。川普的 AI 创世计划 OpenAI 的经济压力 Suno、Udio 跟 Warner 的合作呢，就是在提醒我们 AI 不只是一个软体或者是一个模型了，它已经牵动到国家政策、产业结构、版权和市场规则了。你也可以开始想一个问题了，在这么多的变化里面，哪一个呢是跟你现在的工作、创作还有生活最有关的？是帮你省时间，是会改变你收入来源的，还是会让你需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才不会呢被下一波的工具甩得太远。如果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个赞，点订阅，分享给身边呢也在关注 AI 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拜拜。The very best, like no chef ever was. To grill them is my real test. To taste them is my